为了帮村里的500头跑山猪卖个好价，我抵押房产砸出几百万建冷链。可装车那天，全村人拿锄头堵了我的车。你在城里卖88一斤，只给我们30，一斤抽走我们58块的血汗钱。就是休想赚我们的黑心钱，今天必须60块一斤，不然让猪烂在村店里也不给你。我没废话，当场撕了合同，转头进了隔壁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村。半年后，我赚得盆满钵满，贫困村家家都盖起了小洋楼，而我老家那500头猪全烂在了圈里。村长带着全村人跪在我基地门口，哭着求我5块钱收他们的猪。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不好意思，我的高端冷链不收垃圾。退钱！这猪我们今天就是全杀掉喂狗，也绝不卖给你林爷。为了帮村里这500头纯种跑山猪卖个好价钱，我跑断了腿，抵押了市里的房子，托了无数关系，才终于砸开了省城3家高端生鲜超市的渠道。我给村民开出的收购价是30块钱一斤。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普通生猪收购价才15、16块，可现在换来的却是群情激愤，连乡亲们的血汗钱都坑，你良心被狗吃了吗？带头闹事的是村里的杀猪匠王大发，他吐了一口浓痰，把一张皱巴巴的打印纸狠狠拍在我胸前。大家伙看看，这是我在城里上大学的侄子拍的照片。咱们的跑山猪被他包装了一下，在城里的精品超市卖多少钱？88块钱一斤啊！王大发一嗓子喊出来，村民们的眼睛瞬间红了，嫉妒和愤怒在人群中彻底炸开。好啊，林爷，你30块收我们的，转头卖88，一斤你就要抽走我们58块钱的血汗钱，丧尽天良啊！一头猪200斤，你啥也不干，一头猪就在我们头上狂赚1万块。我们家都没你这么黑心，这叫吸血。面对一双双充血的眼睛，我只觉得一阵可笑，甚至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王大发，你那点算术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做最后的解释。88块是高端终端零售价，这中间的隐性成本你算过吗？无菌毒载不要钱，0度排圈车间不要钱，这200万的冷链运流车不要钱，还有超市的高昂进场费、损耗率，以及我花几十万打通的溯源系统营销费。如果没有我这套标准化的冷链和包装，你们的猪拉到镇上，人家最多按15块一斤收，连饲料钱都收不回来。你放屁！猪是我们喂出来的，漫山夜也是我们赶的，凭什么你弄几个破塑料盒子一装就拿大头？你真拿我们当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了？林爷，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收购价走猪涨到60块一斤，少1分钱。你今天这车别想改平改出林家村。村民们齐声附和，仿佛他们才是掌握了商业密码的赢家。看着这些贪婪、无知且理直气壮的嘴脸，我心里那最后一丝带全村致富的乡土情节彻底灰飞烟灭。我没有暴跳如雷，只是异常平静地点了点头。行。王大发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以为自己拿捏住了我这个城里回来的大学生。算你小子识相，赶紧拿钱！我直接转身，从冷链车的副驾驶拿出一沓早就签好的生猪保底收购合同，在全村人惊愕的目光中，厚厚的合同被撕成2半，扬在了王大发和二大爷的脸上。林爷，你干什么？我拍了拍手上的纸屑，眼神冰冷地扫过全场。你们不是嫌我赚黑心钱吗？你们不是觉得这猪拉到城里就能卖88吗？那我不收了。你们那500头猪已经养了快10个月了，再拖半个月不出仓，肉质就会变柴，变成没人要的肥大猪。既然你们这么有本事，自己去找88块一斤的渠道吧，祝你们发大财。说完，我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敲了敲驾驶室的车窗。老李，掉头撤！3辆重型冷链车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喷出一股尾气，毫不留恋地驶出了林家村。我看着空荡荡的村口，村民们面面相觑，突然有点心慌。啊，大发，他真走了。咱们那500头猪每天还要吃掉好几百块的包谷面呢，这可咋办？怕个鸟！他林也能卖88，咱们找镇上的张屠夫，哪怕卖个50块一斤也是血赚。他林也自己断了财路，以后有他哭的时候。村民们一听，顿时又觉得自己打了胜仗，喜笑颜开的散去，做起了发财的大梦。而此时，市里生鲜超市民营总裁给我打来电话：小林啊，后天开业大促，你的500头特级黑猪肉能按时入库吧？这可是我们主打的高端招牌，绝不能掉链子。我看着车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目光落在了岔路口破败的指路牌上。张总放心，猪源管够。而且这一次我给您弄一套执行力最强、肉质最好、成本更优的顶级冷链基地。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林家村不要的破天富贵，隔壁穷的叮当响的大山沟村恐怕会抢着要。大山沟村人如其名，穷的只剩下山和沟。这里是省级挂牌的贫困村，因为进村的最后5公里全是烂泥路，连收破烂的都不愿意往这跑。此时，村支书赵建国正蹲在村委会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劣质旱烟，愁得头发都白了。在他面前站着一个戴着金项链的猪贩子，正满脸嫌弃地踢着脚下的泥巴。赵村长，不是我心黑，你们这路我的车进来一趟底盘都要刮花。村里那300-400头黑毛猪，我最多给8块钱一斤，行就行，不行拉倒。8块？现在市面上的白条猪都卖15块了，
我们这是吃松子喝山泉水长大的正宗跑山猪，一头猪光是喂包谷和照料的人工都不止这个价，你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哼，是你们的猪好，可运不出去有什么用？再过个把月，猪越长越肥，肉质全毁了，到时候我5块钱都不收，你们就留着自己过年吃吧。看着猪贩子转身离去，赵建国身后的几十个村民个个面露绝望。村里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老弱病残就指望这批猪年底换点钱，给娃交学费，买几件过冬的新棉袄。难道这大半年的心血真要打水漂了？就在赵建国咬着牙准备开口妥协的时候，3辆犹如钢铁巨兽般的重型冷链物流车碾过泥泞的土路，稳稳地停在了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我跳下车，扫了一眼一旁目瞪口呆的猪贩子，直接掠过他，径直走到赵建国面前。你是赵村长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野，做高端生鲜冷链的。赵建国有些局促地在裤腿上擦了擦手，不敢相信这种大老板会来他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林老板，您这大车是来收猪的？我没废话，直接开门见山。你们村的黑毛猪成色我看过了，底子不错。刚才这位老板出8块是吧？我不给8块。哼，听见没，老赵？人家大老板连8块都不愿意给，你们这破猪就等着烂在。我给25块。我平静的声音像一道惊雷砸在了大山沟村所有人的头顶，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连那个戴金项链的猪贩子都像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瞪大了眼睛。多少？你疯了吧？市里最好的厂子收猪也就18块顶天了。我做事不需要你教。猪贩子被我身上的气场镇住，灰溜溜的夹着包跑了。赵建国夹着旱烟的手剧烈颤抖起来，眼眶瞬间红了，连声音都在打结。林老板，你不是拿我们寻玩笑吧？25块活猪。我拿出一份崭新的合同，但在递给赵建国之前，我按住了合同。不仅是这一批25块，以后你们养出来的猪只要符合我的标准，我都按这个底价收。但是赵村长，丑话我说在前面，我这25块钱不是做慈善，我的肉是要进城里最高端的米其林餐厅和精品超市的，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养猪必须守我的规矩。第一，我不收圈养猪，每天这群猪必须在山上跑够3个小时，运动量不达标的不要。第二，饲料必须用我提供的科学发酵配方，绝对不准喂任何泔水和激素，发现一次直接拉黑全家。第三，我要在你们村的空地上建一个临时的0度排酸预冷库，屠宰必须在无菌环境下进行，每一块肉都要打上溯源2维码。我的规矩很严，而且非常折腾人。如果有人眼红我终端卖的贵，想跟我扯皮闹涨价，甚至断供的，现在就提出来，我立马走人。我在林家村吃过的亏，绝不会在大山沟吃第2次。面对我这堪称苛刻的要求，赵建国不仅没有半点犹豫，反而激动的老泪纵横。穷怕了，只要能挣干净的钱，只要能让乡亲们吃上饱饭，别说折腾人，就是让他少活10年他都干。扑腾！赵建国猛地转身，面对着村民们。大山沟的爷们们，听见林老板的话没？人家给咱25块的活命钱，这是咱们全村祖坟冒青烟才盼来的活菩萨。谁要是敢为一滴泔水，谁要是敢背地里搞小动作，坏了林老板的买卖，我赵建国第一个把他逐出族谱，全村人共击之。听见没有？听见了。几十个村民，无论是满头白发的老人，还是干瘦的妇女，全都红着眼睛发出震天响的回应。他们的眼神里没有贪婪，只有对摆脱贫困的极度渴望和对我的无限感恩。我看着这一幕，紧绷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执行力，这就是我最看重的东西。我将合同递给赵建国。好，老李，把第一批检测设备和发酵饲料卸车，通知工程队下午进场搭排酸冷矿。赵村长，叫几个手脚麻利的小伙子换上乌军服，今天咱们就开始收第一批猪。整个大山沟村瞬间沸腾了，沉寂了几十年的穷山沟如同注入了最强劲的引擎，所有人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干劲。而此时，距离大山沟村只有5公里的林家村，带头闹事的王大发正翘着2郎腿坐在村口的摇椅上嗑瓜子。大发叔，林野那小子真没回来求咱们啊！咱们的500头猪今天一天又吃了700多块钱的饲料。呸！急什么？毛头小子硬撑罢了。我已经在镇上联系了3个杀猪匠，明天一早咱们就把猪杀了几十头拉到城里去。林野能卖88，咱们直接去超市门口摆摊卖50，城里人还不抢疯了？到时候大把的钞票拿回来，我看林野还有什么脸咱们村混？王大发满眼都是贪婪的金光，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把的钞票向他飞来。他根本不知道，一场足以让林家村底裤都赔穿的灾难正在向他们逼近。省城内绿山高端精品超市门外，夏末的清晨，气温已经开始渐渐攀升。王大发脖子上搭着条发黄的毛巾，指挥着2个林家村的年轻人从一辆满是泥泞和血水的农用3轮车上往下卸肉。轻点，轻点，这可都是钱。大发叔，咱们在这儿卖能行吗？这可是城里最高级的超市啊！哼，你懂个屁！林野那小子就是在里头卖88一斤，咱们在门口堵着卖50，那些城里人又不傻，有便宜能不占？卖肉嘞！正宗林家村跑山黑猪，超市里头卖80多，咱今天只要50，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正值早市，来高端超市采购的都是些开着豪车、穿着讲究的阔太太和高级保姆。听到吆喝，真有几个人好奇地凑了过来。王大发见状大喜，正准备切肉展现一下自己的刀工。这什么味儿啊！臭死了！
了。不可能臭，清早4点刚杀的。王大发自己常年杀猪闻惯了，他根本不知道，没有经过专业0度排酸处理的猪肉，体内的乳酸无法分解，加上30多度的高温，在农用车上焖了3个小时，血水混合着体温，早就发酵出了一股刺鼻的腥臊气。几只绿头苍蝇闻着味儿就飞了过来，嗡嗡地落在发黏的肉皮上。这肉颜色都发暗发紫了，摸着还黏糊糊的，这放了几天了？别说50，你倒贴我50，我都不敢买回去给孙子吃，吃坏肚子谁负责？走，这看着太恶心了，连个冷棍都没有，去超市里头买去。人群瞬间散了个干净，留下一脸懵逼的王大发。不识货，这可是纯种跑山猪。就在这时，一辆白色执法车停在了广场边。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把你们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拿出来，我看看。王大发一愣，梗着脖子反问：啥证明？我自家养的猪，自己拿刀宰的，还要啥证明？我这原生态。原生态，未经定点屠宰，私自宰杀售卖未经检疫的猪肉，还敢明目张胆的在市区摆摊，谁知道你这猪有没有非洲猪瘟，有没有寄生虫？根据食品安全法，销售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没收违法所得和猪肉，并处获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你这6头猪算1万块钱，准备交10万罚款吧？10万罚款！王大发和那2个年轻人两腿一软，直接瘫坐在满是血水的塑料布上，面如死灰。就在王大发嚎啕大哭，被执法人员往车上拉的时候，他猛地一转头，透过绿山精品超市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看到了让他目眦欲裂的一幕。超市内部生鲜冷柜区人头攒动，几乎要被挤爆了。冷柜上方悬挂着巨大的高清屏幕，正播放着一群黑毛猪在郁郁葱葱的松林里奔跑，吃着掉落的松果的唯美画面。而生鲜柜台里，一块块被精细分割的猪肉装在充满高级感的黑色托盘里，肥瘦相间的地方竟然有着像顶级和牛一样漂亮的大理石雪花纹理。一个穿着整洁白大褂的销售员正微笑着向刚才那个嫌弃王大发的阔太太介绍：大山沟村原生态原物黑猪，经过72小时0度排酸，这块极品雪花梅花肉入口即化，每盒都有码，扫一下，连这头猪每天在山上的运动步数都能看到呢。哎呦，还真是，高登看着就放心，这雪花纹路太漂亮了。短短半个小时，上百盒高价黑猪肉被一抢而空。小林啊，绝了，真绝了！大山沟村这批猪的肉质，再加上你们那套顶级的冷链排酸技术，简直是降维打击。握手的瞬间，我的余光瞥见了窗外，透过玻璃，我正好对上了狼狈不堪的王大发。李老板，我错了，我不卖50了，我30卖给你，你收了我们的猪吧，咱们林家村的猪每天还在吃碱啊！我当然听不见外面的鬼哭狼嚎，就算听见了，我也懒得理会。中午1点半，通往大山沟村的新修柏油马路上，一支滑稽且寒酸的队伍正在缓慢挪动。林伯达租了5辆平时拉粪的农用3轮车，上面挤满了上百个林家村的村民。他们穿着故意找出来的破棉袄，手里拿着生锈的破锣，一条皱巴巴的红底黄字横幅被几个大妈死死抱在怀里。随着3轮车颠簸地驶入大山沟村的地盘，林家村村民们的眼睛渐渐地直了，随后变成了充血的嫉妒。半年前，大山沟村还是这10里8乡有名的光棍村、乞丐村，穷得连条像样的土路都没有。可现在呢？宽阔平整的双车道，柏油马路直通村口，马路两边原本破败的土坯房全部搭起了脚手架，10几个施工队正热火朝天地盖着2层小洋楼。更刺眼的是，村口小广场上好几个大山沟村的汉子正指挥着镇上电器城的送货车往下卸货。慢点，那可是老子今天刚拿卖猪钱买的75寸大彩电。老李头，你都双开门大冰箱，有点占地方啊！哎呦，多亏了林老板啊，今晚去我家喝茅台。那些大山沟村民脸上洋溢着的暴发户般的笑容，像一根根毒刺，狠狠地扎进了林家村众人的心里。凭什么？半年前，林也是带着这笔富贵先回的咱们林家村啊！这些大彩电、小洋楼本来都该是咱们的，都怪王大发那个狗娘的！不光怪王大发，就怪林氏心狠。林伯达恶狠狠地盯着前方那座气派的现代化冷链厂区，他明知道咱们被骗了，也不回来拉咱们一把。今天咱们就算是死，也得死在他林业的厂子门口。大家准备好，一会儿到了门口，先敲锣，再给我往死里哭。下午2点，大山沟村口新建成的林氏极鲜高标准冷链基地外，7、8辆属于绿源珍品的重型冷藏车正在排队装货。工人们穿着洁白的无菌服进进出出，一派繁忙的高端现代化气息。就在苏婉晴的车队准备驶离，林野在2楼走廊目送的时候，一阵极其刺耳，如同浩桑般的破锣声极其突兀地打破了这片高大上的商业秩序。5辆拉粪的3轮车横七竖八地堵在了冷链基地的电动大门前，直接把冷藏车的出路封了个死死的。上百个林家村的村民如同丧尸过境一般从车上跳下来，哗啦
一下抖开了那条早就准备好的横幅。紧接着，几个老头老太太扑通一声就坐在了厂区大门的栏杆下，开始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小野呀，你大伯二大爷来看你了，你可不能忘本呐！林家村的小铁库了，你得给咱们做主啊！这一通不要脸的极致操作，不仅把车里的苏万清等一众城里的大老板看懵了，更是直接把正在干活的大山沟村村民的怒火给点燃了。干什么干什么？堵在厂区门口影响出车！你们谁啊？瞎了你们的狗眼！我们是林家村的，林野是我们村的人。哼，叫林野出来，就说他叔把长辈们来看他了，顺便把收购我们村500头猪的合同签了。那语气不像是来求人的，倒像是皇帝下乡来施舍的。在他们的剧本里，林野绝对会乖乖掏钱平息事端。你个看门狗，滚一边去！林野的钱就是我们林家村的钱，这家厂子也有我们林家村的一份，再敢拦着，我们连你一起打！赵铁柱一听这话，气得怒极反笑，直接把电警棍按得噼里啪啦作响。去你的林家村！半年前你们把林老板逼走的时候，怎么不说血浓于水？现在看我们大山沟发财了，跑来装祖宗了！兄弟们，我把这群要饭的叫花子踏出去！眼看员工们就要动手，林家村的女人们立刻发挥了撒泼打滚的绝技，往地上一躺。打人了！大企业打死家乡的父老乡亲了！快拿手机拍下来，让林野身败名裂！场面顿时乱作一团。就在林伯达得意洋洋，以为自己的道德绑架法已经初见成效，准备逼林野出面妥协的时候，林村长在这么大阵上来找我签合同。我双手撑在栏杆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门口这群熟悉的贪面孔。小野啊，大伯代表全村来给你道歉了。之前是王大发那个混蛋挑拨离间，大家伙是一时糊涂。对呀，林野，你也是林家村喝着井水长大的，总不能发财了只顾着大山沟这些外人吧？只要你把我们的500头猪收了，价格我们也好商量。你给大山沟25块，我们也只要25块。你们的猪现在倒贴我钱，我都不收。此言一出，林家村众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倒贴钱都不收？林伯达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仿佛被人当众狠狠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身后的林家村村民们也愣住了，随即不可置信地爆发出一阵喧哗。林野，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大老远敲锣打鼓来请你，是给你这个晚辈台阶下，你还真把自己当棵葱了？没有我们林家村的祖宗保佑，你能发财？就是你这个恶心的人！林伯弟，大家都是养猪的，你就别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了。你们那500头猪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烂摊子？真以为我不知道吗？这大半个月，你们为了省钱，把发酵饲料换成了最廉价的碎玉米棒，连山都不让他们上，就天天圈在猪圈里猛吃保镖。现在那些猪平均体重已经超过了300斤，脂肪率绝对超过了40%。此话一出，林伯达和二大爷的脸色瞬间煞白。肉质粗纤维化，肥雕厚的能熬油，没有任何排酸处理，猪圈里全是氨气味，这种猪白条肉市场都嫌弃。而我的冷链基地对标的是米其林餐厅和省城最高端的高级私宴，你们让我花25块钱一斤去收你们那些烂在圈里的废肉，你们是想砸了我林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招牌，让我跟着你们一起死吗？林野的怒喝如同惊雷一般在冷链基地门口炸响。大山沟村的村民们听完，顿时气得破口大骂：真不要脸啊！拿肥猪肉来坑咱们林老板！滚出去！大山沟不欢迎你们这群吸血鬼！林家村的人彻底慌了，他们最大的底牌被林野当众无情地撕得粉碎。不是的，小野，那肉还能吃啊！林伯达嚣张的气焰荡然无存，声音开始发抖。我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我转过身面向大山沟村的村民，朗声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大山沟的乡亲们，因为大家严格遵守了我的标准，咱们的云雾黑猪在省城彻底打响了名头，现在供不应求。所以我宣布，从下个月起，大山沟村所有达标的生猪底价从25块直接降到30块一斤。年底，合作社再额外拿出1成利润给大家分红。大山沟村的村民彻底疯狂了，掌声欢呼声掀翻了天。而铁门外，林家村的上百号人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30块，那原本是林野第一天回村时双手捧着递给他们的价格。如果那天他们没有听信挑拨，如果那天他们没有贪心不足蛇吞象去堵我的车，今天在这里数着钞票欢呼雀跃的本该是林家村啊！巨大的心理落差彻底击溃了林家村人的心理防线。扑通，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刚刚还气焰嚣张的二大爷双腿一软，直挺挺地跪在了满是泥土的地上。小野，林老板，求求你了，我家的几十头猪一天就要吃几百块，我棺材本都搭进去了，也15块，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5块，5块钱一斤你也拉走吧，再不卖全村都要喝西北风了。林伯达也绷不住了，弯下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脊梁，苦苦哀求。80号林家村的人哭嚎声连成一片，哪里还有半点刚才来赐教的威风？看着这群痛哭流涕的乡亲，林野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我林野这人说到做到，把大门拉开，让冷链车出去送货。
沉重的黑色大铁门缓缓向两侧拉开，重型冷藏车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喷出一股强劲的气流，无情地逼退了林家村的村民。车轮卷起的尘土扑了林伯达和二大爷满脸，他们瘫坐在地上，看着那一辆辆满载着财富的冷藏车远去，耳边是大山沟村村民们庆祝涨价的欢声笑语，绝望像潮水一样将他们彻底淹没。半年后，林家村的那500头猪最终因为出不起饲料钱，饿死了一小半，剩下的被外地的劣质猫狗粮加工厂以1斤2块钱的废肉价格拉走，连本钱的1/10都没收回来。村民们负债累累，曾经的兄弟爷们为了推卸责任大打出手。村长林伯达被愤怒的村民赶下了台，带头闹事的王大发更是半夜连铺盖卷都扔了，成了躲债的老赖，这辈子都不敢回村。林家村彻底成了一个人人怨声载道的破败荒村。而另一边，省城年度农业经济峰会现场，镁光灯闪烁，掌声雷动。林也穿着笔挺的定制西装，站在最耀眼的领奖台上。他的林氏极鲜已经拿下了2轮顶级风投，不仅垄断了全省70%的高端生鲜黑猪肉市场，还将大山沟村的模式成功复制到了另外10个贫困村，带动了上万人脱贫致富。林总，感谢你为咱们省的农业现代化以及品准扶贫做出的卓越贡献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与其试图叫醒一群装睡的贪婪之人，不如把财富和机会留给真正懂得感恩、愿意同行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商业之道。